踩完，还是在打滑，上坡也不用怕哦，这辆车真的是有力哦。What's up？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我的乱拍还有试驾系列啦。你们一定很奇怪，这个开头为什么我在车里面，然后我的头上戴着这个？对了，没有错，有很多人曾经有问过我，爱的人你是怎么拍 POV 试驾的？现在第一次，真的是第一次在镜头亮相给你们看。今天我在这辆 BYD 的 Atto 2，今天是7月24号，2025年，终于发布在马来西亚，售价呢是100千，10万令吉呢，你就可以买到一个 B segment 的电动 SUV 啦。Atto 2呢，只在马来西亚发布了一个规格而已，前置马达前轮车，177 PS，229个牛顿米的扭力。它的这个动力输出呢，大概是1.5、1.6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啦。它的数据跟 X50还有 Tiggo 7 Pro 很相似，有没有？这次呢就换上了怀档，这里一个50瓦的无线快充，然后这里有这个通风口。耶，冷气还可以吹着它 ，good。驾驶模式，来 ，Let's go。哎，每一次驾 BYD 的车哦，我都一上手的时候，我有一个不习惯，就是它的这个刹车啦，我觉得很敏感，一点点就有了。但是你上手一个几分钟，你一定习惯了啦。我觉得在 YouTube 你可以找到很多那些介绍车的配置啊那些。我觉得我想要做全马的第一个0到100测试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呢？官方说0到100大概7.9秒啦。如果你比起高配的 Dolphin 呢，大概也是0到1007秒多一点。无论是高配还是低配的 Dolphin 呢，它至少可以走340 km， 高配呢大概是400多 km。可是这辆 Atto 2呢，它的官方是说310多 km 啦，所以呀。至少它有快充，那这辆车主打在城市里面驾，而且才10万哎 ，bro，10万块。你看到那个 regenerative braking 就是电能回收，你可以把它调到 high。看现在是 eco mode 哦。我觉得每一辆 BYD 的车，只要你挂上这个 eco mode， 它的起步都很轻松、很舒服，它不会让你有一个恐惧。哎，很多人会认为电车是不是很难驾，一踩油就冲出去那种感觉？这辆车其实不会，你只是轻轻踩，它就顺利把你带出去，就是这样。哦，还是一样可以转呢。可是我觉得我看惯了打横啊。Enable Apple CarPlay， 这边按一下，这个就是我的手机的 Apple CarPlay 啦。来都来了，不如试一下它的音响吧。这个就是看了 F1 的后遗症啊！其实每天听 F1 的歌，后面因为有喇叭在这个门这边，我听到很 3D 啊，不错耶。因为有些大量的车啊，你要知道我们驾 D segment 啊，有时候音响在门上面没有的话，变成了我听不到后面的那些音响的声音，少了那种环绕，只是听到前面的。我觉得 BYD 很多车款的音响还不错的，我们前面的因为红绿灯关系就跟掉队了，他就想要回去了。我不可以，前面就是 Ackley Highway 啊！各位，我正式宣布啊，我已经脱离团队了，我前面的车跟不到啊，变成了我自己走了咯，他们要回去了，不可能的嘛，我就反正在 Ackley Highway 要来试一下嘛。现在是 Eco Mode， 我们调回去 Normal。还挺舒服的哦。我觉得在慢驾驶的时候啊，觉得好像那个悬挂有一点，就是很普通的 BYD 那种悬挂设置是偏软的，
可是，一到高速的时候，你又不会这样子觉得，你会觉得那辆车很踏实的、很稳的往下压，因为它的电池重量也不轻嘛，都放在它刀片式的电池都放在下面，然后感觉上在高速上面挺稳重的。我们来进入 Sport 吧，我们试一下0到100，好吧？3、2、1 ，Go！ 还是偏前轮哦，所以前轮在起步的时候，因为动力有点大，所以它还是会少许的打滑一点。不过它不会至于很暴力，毕竟还是290个 torque 罢了嘛，然后不到200匹马力。不过在城市里面其实够用的。OK。够了，在140的时候左右，你才听到那个风声。BYD 的车哦，我发觉到它在走高速的时候，有一点像是那种 air suspension 那种感觉，它很舒服这样子。就是即使那个路哦是不平的话，它都会这样。很舒服诶，大概100多一点的时候啊，风声会有一点点从这边进来，毕竟这辆车价位还是在10万啊，各位，你不能拿它的那个Atto 3啊，那个 Sea Lion 啊、Seal 啊那些来比较，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，各位。方向盘有点轻哦，可以这边做一点设定吗？Brake Assist 跟那个可以去到 Sport， 所以我们的刹车跟我们的方向盘都换去 Sport， 所以我觉得方向盘也真的是重要一点，因为觉得某个时候觉得太轻了吧。因为它换上了怀档嘛，这里也没有看到任何调灯的按键。那如果你要调你的车头灯呢，这里有一个灯泡的button，你按下去，你可以关灯、auto 还是开灯、后雾灯都可以在这边按的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实体按键，虽然是高车哦，但是你们不觉得那个车的车径很大？你看我在这种高速弯的时候哦，即使我现在开着110多。我就觉得那辆车还是很踏实，压在地上走那种感觉。也要感谢它有这个刀片电池是放在车底啦，所以很多电车的重心其实 OK 的。你不要看它这么高的车。Atto 2吸引到我就是它的悬挂设置，在高速的时候，我觉得它调教的特别的舒服诶，而且滤震的也很好。就算马路不平都好，它不会让你觉得摇摇晃晃的走，它还是很踏实压着下去。有起伏都好，它还是哇哦。舒服，进一次多就要来一次0-100加速嘛 ，low 来的嘛，对吧？踩完，还是在打滑，上坡也不用怕哦，这辆车真的是有力哦。我是说，比起刚刚的汽油车有力。刹车很灵敏，线性，踩多少给多少，那种感觉特别的棒。加速，100、110、120。OK 啦，至少这辆车的音量按键全部都是保留着旋转式，我很喜欢。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啊，听音乐啊，需要大声小声啊，至少还是很方便的哈。看到了吧？哎，我跟回大队了嘞，我回来了喂！
哇！所以我刚刚乱走啊，我走的路线我觉得是跟他们一样的，你懂吗？这辆车的卖价虽然说10万块，但是它还是有做出一些优惠的。首800位客人下 booking 的呢，他就可以得到一个 free wall box。如果你家里是住排屋的话，当然你充电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啦。但是它也是有考量到那些住 condo 的朋友啊，它可以送你1个月4次的免费 charging door to door charging。这次呢 BYD 就跟 P-Up 合作啦，它可以上门为你的车充电，但是1个月只有4次啦。还有可以帮你洗车啦，1个月洗2次车，1年有2次的这个 EV Rescue Team， 他们有他们自己 Rescue Team 啊，来帮助你协助你的。我还有看到这边一些6个月免公车哦，现在的 package 给到真的是够卷哦。带你去看这辆车 ，Walk Around Review，Let's go。这个前脸呢，就让我想起了 Pro Duo 的 Artiva， 这一个设计呢，就让我想起了 Smart 的 #1。由于它做了一个 L 型的处理啊，所以它有一点类似像 Mini Cooper， 我个人就觉得蛮好看的这台车。千篇一律的贯穿式尾灯，可是它的设计又好像有点像 Infiniti 哦。这辆车是没有电动尾门的，啊，是要用手自己打开。可是后期还是可以加装的，没有问题的啦。accessory 大把啦，我觉得也不会说很大啦。轮胎补贴剂啊，还有一些 cable 啊。好在它的椅子可以做6次倾倒啦。这个尾翼的设计也是挺好看的，还有一个刹车灯在这里。前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努力郎的设置，有多连杆就真的是偷笑了。它是一个17寸的轮圈，轮胎用着215/60R17，还用着 Westlake 的 SU318A Plus 的 HT Tires， 后有刹车卡钳，大概是多于1个拳头的高度。前面配搭着单活塞刹车卡钳，前后轮胎用着一样的尺寸，前面大概1个拳头啊，后面会高一点点。车头灯方面呢，它是有一个 LED 的日行灯 ，LED 的头灯。其实 BYD 的头灯的组合啊，真的长得挺好看的，扁扁的一排 LED， 有一点像西来烟这样哦。当我打开了方向灯之后呢，它的 LED 日行灯瞬间变成了 Signal 灯。侧面这边 LED 灯，10万块的车也有 LED 的 Signal 灯。BYD Dolphin 呢支持最快的60 kW 的快充，但是这次阿多度呢支持65 kW 的快充，还有7到11 kW 的 AC 慢充，大概说30到88%呢，也不到30分钟就可以充满了啊。如果没有带钥匙呢，还有 NFC 卡或者手机都可以解锁这辆车。手把呢，这一次就是这样子很传统式的拉开，所以我个人会很喜欢这一种，这样子看下去很切风、很平面，但是也很实际，这样子开就对了。气氛灯呢会在旁边这里而已，它也不会像千篇一律要在这边硬塞一个全黑的内饰，这个都是硬质塑胶，还有一些假缝线，有一些青色的缝线在周边都有，连它座椅都是青色的缝线，连方向盘有绿色的缝线，摸到的地方才是皮革啦。一键上下的，中间全部都是平的，大概剩下1个拳头的位置。后有冷气出风口，有一个 USB 还有 Type C 的接口了，2个置杯架。这辆车就没有天窗了哈。哇，这是 Touch 嘞，OK， 加分。它有它的顶啊，全黑的 ，very good。前面有的椅子类似像 semi bucket seat 啦，这里有一个空的洞，让前面按摩一下 ，pocket 也很多。这里有一个喇叭，所以为什么刚好在听音乐的时候呢，这个声音传到了我这边，所以造成了一种环绕声，很棒。这里有一个挂钩挂衣服，这个头枕真的是棒哦，有一点软，不错。中间这边也是软，舒服。左驾驶还是有给电动调节的哦，这按钮就有一点廉价啦，这个我不要讲太大声，价钱就是这样，但是至少好过没有。这边是软质塑胶啦，可是还是一些假缝线来的哦。这里是皮革啊，这里就有气氛灯啊，电动座椅，可是没有腰部支撑的啦，可以调上下，可以调得很低啊。这是双向灯，这是驾驶模式，这里就有的调 Eco、Normal、Sport， 还有一个 No Feel、Auto 后功能，这个就是 Start Stop， 所以这辆车上下车还是要按 Start Stop 的啦。电能回收，你可以调 Standard 还是 High， 然后这个就是音量按键，或者是这边也是可以。非常好，我很喜欢这种扭转式的。这个就是会看一些资讯。还有2个主题哦。哎呦，跟普通的 BYD 一样。哦，这个是冷气控制啦，啊，冷一点没有问题。这个是它的风，哇，驾到车也是很方便，可以调哦。这个是计时表，这是定速巡航、跟车距离、ACC 跟车、360 camera， 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要有点力气来关哦，它的阻尼感挺实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洞，跟放你的东西，还有一些 USB 和 Type C 接口了。支撑其实还 OK 的，如果再长一点就完美。方向盘也是挺不错，然后它的腰部支撑这边也是挺不错。我们
们去打开前面的这个引擎盖，好吧？拉两下，没有油压顶杆，这个就是它的电机。刚刚已经说了，177 PS， 290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大概可以走312公里左右的 range 啦。这么大个位，应该可以移植一个 K20A 下去吧。这辆车10万块，你买不买单？留言下面给我知道你们有什么想法。现在是电动车比较适合呢，还是 PHEV 插电式的混合车比较适合呢？还是你们觉得油车最好，还是柴油车最好？你们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这个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 POV 再见 ，Goodbye。